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宇宙回声，我是你们的主播。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有没有过这样一段至今想起来还后背发凉的经历？深夜里，你突然从睡梦中惊醒，眼睛明明已经睁开了，能清楚看到房间里熟悉的衣柜、窗帘，可身体却像被灌了铅一样，怎么都动不了。胸口像是被一块沉甸甸的巨石压着，每一次呼吸都变得格外艰难。你想大声喊救命，喉咙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，在昏暗的光线下，你总觉得有一个模糊的东西正一动不动地站在床边，死死地盯着你。这种让人恐惧的现象，就是我们常说的鬼压床。它到底是什么？是大脑在睡眠中出现的幻觉，还是在某个瞬间，我们的灵魂真的脱离了身体？今天咱们就一起深入探究，揭开鬼压床背后不为人知的终极真相。第一章，什么是鬼压床？首先，咱们得明确一个概念，鬼压床并不是真的有鬼在作祟，它在医学上有一个专业的名字——睡眠瘫痪症，而且这种现象并不是某个地区或某个人的专属经历，在全世界不同文化中都有关于它的传说和解读。在中国，老一辈人会说这是鬼趁你睡觉时坐在了你的身上，所以才会动弹不得、呼吸困难。有些地方还会流传着这样的说法：遇到鬼压床，要在心里默念口诀，或者赶紧让家人在旁边喊自己的名字，才能把鬼赶走。而在西方文化里，鬼压床常被和恶魔联系在一起。早在几百年前，就有画家创作过相关题材的作品。画面里，一个黑影模样的恶魔正趴在睡眠者的胸口，眼神狰狞，让人不寒而栗。在一些宗教故事中，还会把鬼压床解读为恶魔对人类的诱惑和侵扰，认为只有虔诚祈祷才能摆脱这种困境。在日本，人们把鬼压床叫做金腹，翻译过来就是身体被无形的锁链束缚住了。日本民间传说里，这种现象是因为有妖怪在暗中作祟，他们会用看不见的锁链捆住人的身体，让你无法行动，只能任由恐惧蔓延。虽然这些文化对鬼压床的解释千差万别，但如果你仔细观察，就会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：经历过的人都会感到身体无法动弹，呼吸不畅。有些人还会看到或感受到一些诡异的影像和存在。那么，从科学的角度来看，这种让人恐惧的现象又该如何解释呢？第二章，科学的解释。为了弄清楚鬼压床的真相，科学家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实验，最终得出结论：鬼压床本质上就是一种睡眠瘫痪症，是人体在睡眠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正常生理机制紊乱现象。要理解这个原理，咱们得先了解一下人类的睡眠周期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的睡眠会分为几个阶段，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叫做快速眼动睡眠，也就是咱们常说的 REM 睡眠。在这个阶段，我们的大脑会变得非常活跃，就像白天清醒的时候一样，这也是我们会做梦的主要阶段。不过，为了防止我们在做梦的时候，身体跟着梦境做出动作，比如在梦里跑，现实中也真的下床乱跑，大脑会启动一个保护机制，暂时关闭身体肌肉的控制系统。这样一来，即使我们在梦里经历各种激烈的场景，身体也能保持安静，避免受伤。通常情况下，这个保护机制会和我们的睡眠状态同步。当我们从 REM 睡眠阶段醒来时，大脑会先唤醒身体肌肉的控制系统，然后我们才能正常活动。但有时候意外就会发生，大脑突然提前醒来，意识变得清醒了，可身体肌肉的控制系统还没来得及被唤醒，处于关闭状态。这时候就会出现意识清醒但身体无法动弹的情况。
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鬼压床。更关键的是，在这种半梦半醒的状态下，我们的大脑还残留着梦境中的混乱思维，很容易产生各种幻觉。比如，因为呼吸不畅，大脑会把这种感觉放大，让你觉得胸口有东西压着；因为房间里光线昏暗，大脑会把衣柜的影子、窗帘的晃动幻想成站在床边的黑影，甚至还会听到一些不存在的声音，比如低沉的呼吸声、奇怪的脚步声等等。听到这里，可能很多人会觉得，原来鬼压床就是这么一回事，科学已经把它解释得明明白白了。但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？如果只是单纯的生理机制紊乱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无法用科学解释的疑问？为什么很多素不相识、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的人，在鬼压床时看到的画面会惊人的相似？比如，很多人都提到过看到一个高大的黑影，看不清脸，就那样静静地站在床边。为什么有些人说他们在鬼压床时，不只是身体不能动，甚至感觉自己的灵魂离开了身体，能从空中看到自己躺在床上的样子？这些现象又该如何解释呢？第三章，灵魂出窍的可能。正是因为有这些无法用现有科学理论解释的现象，所以在一些灵异研究和超心理学领域，专家们对鬼压床提出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。他们认为，鬼压床其实是一种灵魂出窍的前兆，甚至可能就是灵魂出窍的一种表现形式。在很多关于鬼压床的真实案例中，有不少人都描述过类似灵魂出窍的经历。比如，一位来自美国的女士说，有一次她经历鬼压床时，突然感觉自己的身体变得很轻，然后就飘了起来，停在天花板的位置。她能清楚地看到自己躺在床上，甚至能看到床头柜上放着的手机和水杯，连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时间都看得一清二楚。大约过了几分钟，他又感觉自己被一股力量拉回了身体，然后就能正常动弹了。还有一位中国的网友分享，他在鬼压床时，感觉自己走出了卧室，穿过客厅，甚至能看到家人在另一个房间里看电视。他想和家人说话，可家人却完全没有反应，就像看不到他一样。直到他突然惊醒，才发现自己一直躺在床上没动过。这些经历和我们常听到的濒死体验非常相似。很多有过濒死体验的人都说，在生命垂危的时候，他们感觉自己脱离了身体，能看到医生在抢救自己，还能听到医生和家人的对话。而且，有些鬼压床时的灵魂出窍经历，还会涉及到另一个空间。有人说，在那种状态下，他们看到了已故的亲人；还有人说，遇到了一些无法描述的神秘存在，这些存在会给他们传递一些信息，或者带他们看到一些未来的画面。这就让人不禁思考，难道鬼压床真的是一个特殊的通道，能让人类接触到另一个我们未知的世界？还是说，我们的意识其实是独立于身体存在的？在鬼压床这种特殊的睡眠状态下，意识暂时脱离了肉体的束缚，从而产生了各种神奇的体验。第四章，文化与恐惧。要想更全面的了解鬼压床，我们还得从文化和心理的角度来分析。其实，不同文化对鬼压床的解释，往往和人类的集体潜意识以及文化背景密切相关。在基督教文化中，因为宗教教义里有恶魔、撒旦等邪恶形象，所以人们很容易把鬼压床和恶魔的侵扰联系在一起。当遇到这种情况时，人们会本能的祈祷，希望得到上帝的保护，赶走恶魔。而在中国传统文化里，鬼神观念深入人心，所以鬼压床就被解读为鬼在作祟。人们会通过烧香、贴符、喊名字等方式来驱邪。在北欧传说中，
压床的黑影被称为噩梦精灵。传说这个精灵会在夜晚悄悄潜入人们的卧室，坐在睡眠者的胸口，让人们做噩梦，同时还会束缚住人们的身体，让他们无法动弹。这种传说其实也是北欧文化中对未知恐惧的一种体现。虽然这些解释在现在看来可能有些荒诞不经，但它们却真实地反映了人类共同的恐惧。当身体失去控制，我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时，内心会产生强烈的不安和恐惧，而鬼压床这种现象恰好击中了人类的这种恐惧心理。现代心理学家对鬼压床中的幻觉已有深入的研究，他们认为鬼压床时看到的各种诡异形象，比如黑影、鬼怪等，很可能是大脑将潜意识中的恐惧具象化的结果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积累的恐惧、焦虑等情绪会被压抑在潜意识里。当处于鬼压床这种特殊状态时，潜意识中的恐惧就会被释放出来。大脑会根据我们的文化背景和个人经历，把这些恐惧转化成具体的形象，让我们看到或感受到。比如，一个从小听着鬼怪故事长大的人，在鬼压床时可能会看到穿着古装的鬼怪，而一个经常看科幻电影的人可能会把幻觉中的形象想象成外星人。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不同文化、不同经历的人在鬼压床时看到的形象会有所不同，但又会在同一文化群体中出现相似性。第5章：科学与灵异的交界。看到这里，相信大家心里对鬼压床已经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。一方面，科学确实能解释鬼压床的大部分机制，比如睡眠瘫痪的生理过程、幻觉产生的原因，还有潜意识对幻觉形象的影响等等。这些解释都有大量的实验数据和研究结果作为支撑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。但另一方面，仍然有一些现象至今都没有办法用现有的科学理论来圆满解释，比如为什么有些人在鬼压床时能清晰地看到自己卧室里的细节，甚至能看到一些自己平时没有注意到的东西。如果只是幻觉，为什么这些幻觉会如此真实，还能和现实环境完美对应？还有一个让人困惑的问题，为什么全世界很多经历过鬼压床的人都会提到看到黑影人？这些黑影人的形象高度相似，高大，没有五官，全身漆黑，而且都喜欢站在床边或门口。如果只是个人潜意识的投射，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统一的形象？难道人类的集体潜意识中真的存在这样一个共同的恐惧符号？更神奇的是，有些经历者说，在鬼压床的状态下，他们的意识变得异常清晰，甚至比平时还要敏锐。他们能清晰的思考，还能主动去观察周围的环境，甚至尝试和黑影人沟通。这种清晰的意识状态，又该如何用半梦半醒的混乱思维来解释呢？其实，关于鬼压床，科学界和灵异研究领域一直都存在着争论。科学家们认为，那些无法解释的现象，只是因为目前的科学技术还不够发达。随着研究的深入，迟早会找到合理的科学解释。而灵异研究者则认为，鬼压床背后隐藏着人类意识和未知世界的秘密，不能仅仅用生理机制来简单概括。目前，双方都没有足够的证据来彻底说服对方，所以鬼压床仍然是一个充满谜团的现象。也正是因为这些未解之谜，才让鬼压床变得如此神秘，吸引着人们不断去探索。第6章：终极思考。现在咱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，鬼压床到底是生理机制的故障，还是人类接触另一个维度的缝隙？这个问题至今没有标准答案。如果鬼压床只是一种单纯的生理现象，只是大脑和身体在睡眠中出现的小故障，那为什么不同文化、
不同时代的人会在鬼压床时产生如此相似的幻觉？为什么有些幻觉会如此真实，甚至能包含现实中存在但自己从未注意到的细节？这些相似性和真实性似乎很难用偶然的生理紊乱来解释。可如果鬼压床真的是灵魂出窍的表现，真的能让我们接触到另一个世界，那又会带来更多的疑问。我们的意识真的可以独立于身体存在吗？那个所谓的另一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？为什么只有在鬼压床这种特殊状态下，我们才能接触到它？这些问题恐怕比鬼压床本身还要复杂。其实，鬼压床的真相或许就隐藏在科学与灵异的交界之处。它既有着明确的生理基础，又可能包含着我们目前还无法理解的意识奥秘。随着人类对大脑、意识以及宇宙的不断探索，或许有一天，我们能真正揭开鬼压床的终极真相，甚至可能通过它打开一扇了解人类意识和未知世界的新大门。最后，我想把这个问题交给屏幕前的你。如果下次你在经历鬼压床，当你意识清醒却身体无法动弹，当你看到床边那个模糊的黑影时，你会把它当作一次可怕的噩梦，在心里默默祈祷它快点结束，还是会试着保持冷静，去感受这种特殊的状态，把它当作一次可能接触另一个世界的机会呢？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如果你有过鬼压床的经历，或者对鬼压床有自己的看法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。喜欢我们节目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咱们下期宇宙回声再见。